资本主义终将灭亡，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灭亡？美国的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对世界都造成什么影响？100多年前，马克思就给资本主义把过脉，他极其精准地指出，在以往的历史上，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短缺危机，比如天下大旱、颗粒无收，大家因为没有粮食而忍受饥饿。而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极其反常的，因为资本家要无限追求利润的，这就会导致产品过多。这种内在矛盾会让经济危机周期性发作，最终把资本主义自己送进坟墓。鞋厂老板开厂不是为了做慈善让大家有鞋穿，而是为了赚取最大化的利润。利润从哪来？马克思说，来自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工人一天创造了100块钱的价值，老板只发20块钱工资，剩下的80块揣进自己腰包。为了在竞争中打败对面的隔壁鞋厂，老板必须做2件事：第一，疯狂买新机器，把产量从1天100双提高到1万双；第二，拼命压低工资，降低成本。这时候问题出现了，老板一天造出了1万双鞋，但他忘了，买鞋的消费者正是被他压低工资的千万个工人。一方面，工厂的产能像坐火箭一样飙升；另一方面，工人们兜里的钱却跟不上步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相对过剩。既然供需完全脱节了，那系统为什么不直接崩溃，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发作一次？因为资本主义内部有一套强制重启机制，马克思把这个周期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繁荣，大家都觉得能赚钱，拼命贷款建厂、造机器，疯狂招人，市场上到处都是鞋，一片欣欣向荣。第二阶段停滞，突然有一天，老板发现仓库里的鞋堆到了天花板，因为工人们的工资根本买不光这些鞋，资金链断了。第三阶段危机大爆发，老板为了不让鞋子掉价，宁可把牛奶倒进河里，把崭新的鞋子烧掉，也绝不低价卖给光脚的穷人。然后工厂倒闭，机器生锈，大批工人被赶到大街上饿肚子。第四阶段萧条与重启，主要核心是大鱼吃小鱼。在满地哀嚎中，那些实力最强的大资本笑到了最后，他们趁着别人破产，以白菜价收购了倒闭的鞋厂和机器，因为成本降到了极点，稍微一生产又能赚钱了，于是经济开始缓慢复苏，进入下一个繁荣。周期性危机在马克思眼里，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用来强行销毁多余生产力、吞掉弱势资本家的一种系统排毒方式，毒排完了再重新来过。如果只是周而复始，那资本主义大可以永远循环下去。但马克思算到了最深的一层，也就是资本主义不可逆的慢性绝症，就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每一次危机重启后，活下来的大资本为了防止下次被淘汰，就会更加疯狂地用机器去替代人工。马克思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有机就是像生物器官一样，内部紧密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马克思之所以在资本构成前面加上有机这个生物学词汇，就是为了强调资本家投到鞋厂里的钱，在物理属性上被严格分成了2节，一节叫不变资本，也就是买机器、盖厂房、买皮料的钱。因为机器是死的，一台价值1万块的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只会把这1万块的价值慢慢转移到鞋子里，它绝对不可能凭空变出多余的钱。另一节叫可变资本，也就是雇工人的工资。因为工人是活生生的人，你给他发20块钱工资，他能在流水线上给你干出100块钱的活，这多出来的80块钱，全是工人这块可变资本变出来的。搞懂了这个问题后，马克思接着指出了资本主义在物理世界中的必然演化，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试想一下，2个鞋厂老板在疯狂内卷打价格战，谁能赢？一定是那个花重金买最新型自动化机器，然后大规模裁员的老板。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科技进步和疯狂积累，老板花在死机器上的钱会呈指数级暴增，而花在活人上的钱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小。这在微观上看起来极其合理，机器效率高，不抱怨，不用交5险1金。你是大资本，你会怎么选？既然所有的额外利润都是由活生生的工人创造出来的，而你资本家现在为了内卷，把工厂里全换成了不会创造额外价值的死机器，那么从整个社会的物理大盘来看，必然推导出一个结局：资本的总体利润率必然会不可逆转的往下跌。这里所说的总体利润下跌，不是资本家赚到的钱的总量变少了，而是投资回报率整体下跌了。当宏观大盘的利润率开始跌跌不休时，资本家为了保住自己的绝对收益，会本能地做出极其疯狂的物理反应。既然雇的人少了，那就让剩下的人往死里干，试图把单个人身上的剩余价值榨干到极限。既然国内的利润率跌到了只有 2%， 那就只能靠走量或者去抢占落后国家的市场，甚至放高利贷让穷人借钱消费。但这些操作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人们被机器排挤，导致购买力逐步归零的物理死局。因此马克思得出最终结论：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那么问题来了，马克思100多年前得出的结论，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资本主义依旧活着？而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离死亡最近、最惨烈的一次，就是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时间回到1929年10月，纽约股市的巨大泡沫突然爆了。当时华尔街的精英和各国的政客们其实并没有太慌，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固有认知里，经济就像人的身体，每隔几年总会得一次感冒，也就是所谓的周期性衰退。他们觉得这次也一样，股票跌一跌，挤挤泡沫，大家熬个1-2年，身体自动就恢复了。到了1930年，这场病出现了极其诡异的分化。首先是重症区，美国和德国这2个工业巨无霸直接倒地不起，工厂成片倒闭，失业率直线飙升。尤其是种地的农民，粮食多得卖不出去，价格贱如泥土。
然后就是无感区，隔壁的英国和法国当时还在庆幸我们好像没事啊。接着是隔离区，也就是当时鹤立鸡群的苏联，因为他们练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内功心法，名为计划经济，并且把自己关在西方的经济体系之外，所以当外面哀嚎遍野时，他不仅毫发无损，甚至还在轰轰烈烈地搞工业化建设。但在这种逆势爆发的背后，苏联其实也因为全球大萧条的连锁反应，承受了内部的物理代价。当时大萧条之所以能传染全欧洲，是因为大家都在金本位和自由贸易的同一个局域网里。但苏联在1920年代末已经极其果断地拔掉了网线，他们实行了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卢布根本不和西方货币自由兑换，这就相当于在苏联的经济系统外围建了一道绝对的物理防火墙。西方国家因为购买力断崖，商品卖不出去而导致的通货紧缩，根本传导不进苏联的国内大盘。所以当美国工人在排队领救济汤的时候，苏联不但没有失业，反而因为正在疯狂推进第一个5年计划，正处于极度缺乏劳动力的状态。接下来就是到了苏联赢麻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机器太多，人才过剩，而苏联的危机恰恰是一穷二白，既缺机器又缺技术。大萧条一爆发，苏联立刻化身为全球最大的破产资产清算买家。当美国福特汽车、德国克虏伯钢铁的机器因为卖不出货而生锈时，苏联带着真金白银找上门来，以极其低廉的跳楼价疯狂采购西方最顶尖的工业设备。在人才抢夺方面也是如火如荼。1930年代初，美国有10几万顶尖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失业，苏联直接在西方报纸上打招聘广告，结果就是帮助苏联设计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厂、高尔基汽车厂的全都是那些在美国走投无路，为了养家糊口跑到西伯利亚的西方顶级工程师，比如著名的美国工业建筑师阿尔伯特·卡恩的团队。可以说，苏联是用资本主义大萧条甩卖出来的廉价物理组件，硬生生拼装出了自己的重工业骨架。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苏联彻底麻了，可实际上苏联也遭受到当时大萧条的间接打击。这个打击来自于国际农产品价格暴跌，苏联要买西方的机器，西方不认卢布，只认黄金或者硬通货资源。苏联当时是个农业国，能拿去换外汇的主要就是粮食和木材。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全球购买力崩溃，导致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跌到了谷底。斯大林定下的重工业引进计划不能停，过去出口1吨小麦就能换回1台拖拉机，现在国际粮价腰斩，苏联必须出口2吨甚至3吨小麦才能换回同样的1台机器，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物理反应。在这里不过多赘述，大家只要明白一个事情：全球性的大动荡，无论你怎么隔绝，你都会受波及。就算当时苏联不买西方任何东西，也同样会受波及，因为在资本主义里非常容易诞生一种东西，叫做法西斯，从外部直接锤你。就算这种东西被摁住了，也会跟你来个军备竞赛。为了自保，苏联也不得不把原本应该用来造拖拉机、造面包的资源，全部砸进造核弹、造潜艇的无底洞里。最终内部经济也会被这种高强度的外部压力牵连。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才会喊出一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接下来继续回到主题，资本主义为什么还不灭亡？你可能会问，1929年的大萧条，既然资本主义病得这么重，当时的西方各国为什么不救市，反而把病越拖越重？这里有2个极其关键的原因。第一，那时候的西方和经济学家信奉的是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这套理论的核心就是市场有绝对的自愈能力，他们坚信政府干预经济就是帮倒忙。第二，金本位，即便有西方国家想救市，在物理上也做不到。当时西方世界都在玩金本位制度，你国家金库里有多少吨实实在在的黄金，你才能印多少等额的钞票。这就好比一个病人正在大出血，急需输血救命，但医院的死规定是只有病人自己存在血库里的血才能给他用，绝对不准凭空造血。结果就是随着黄金储备的枯竭，市面上的钱越来越少，企业借不到钱，只能大规模破产倒闭。到了1931年夏天，这场拖延已久的病终于恶化成了系统性的多器官衰竭。当欧洲的银行开始成片倒闭，国际金融体系彻底瘫痪时，各个国家彻底慌了。为了自保，大家不仅放弃了金本位，还开始了一场贸易保护主义竞赛。各个国家疯狂提高关税，不让别国的商品卖进来，结果就是全球贸易这条大动脉被彻底切断，大家都憋着。到了1932年的冬天，灾难达到了顶峰。美国有1200万人流落街头，德国官方登记的失业人口达到了惊人的600万。至此，西方绝望地发现，这一次经济根本没有自愈，那套信奉了上百年的自由市场理论开始动摇了。这时候，如果把全世界应对危机的方案比作一个重症监护室，画面是相当黑色幽默。隔壁床的德国已经拔了氧气管，给自己打满了类固醇，正光着膀子在走廊里砸墙，准备出去砍人抽血。对门床的苏联把自己锁在无菌病房里，正在对自己进行极其暴躁的改造。之前提过，苏联当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底子很薄。斯大林为了在10年内搞出重工业防身，必须去西方疯狂扫货买机器，但西方不收卢布，只认黄金和粮食，钱从哪来？苏联只能对自己动刀子，自己搞自己，而且搞得毫无保留。而在远东的日本更是极度扭曲。大萧条爆发前，日本这个病人的身体结构非常畸形，它是个极度偏科的外向型加工厂，国内资源极度匮乏，全靠进口原材料，然后把商品卖给美国人赚外汇。1929年华尔街一崩盘，美国的老百姓连面包都吃不起了，谁还买日本的商品？
面对快要饿死的病人，日本原本的文官政府也想按常规的自由市场来治，甚至一度坚持极其要命的金本位去通货紧缩，结果差点把病人直接送走。后来上台了一位财政大臣高桥世清，极其果断地拔了金本位的管子，开始由国家大举借债、印钞放水。但这场大萧条给日本种下了十分危险的细胞，也就是日本军部发生了变异。在军部这帮少壮派军官看来，文官政府的经济刺激只是小打小闹。日本这台机器的底层 bug 是绝对的资源匮乏，你再怎么印钞票，国内也变不出铁矿、煤炭和石油。于是他们解决危机的方式和德国一样，不是在病房里吃药，而是拿着刀冲到隔壁病房去抢别人的血袋。1931年变异后的日本彻底掀翻了病床，发动9·18事变，悍然入侵中国东北。1930年代的日本军部本质上是一群毫无宏观经济学常识、满脑子只有大炮及真理的赌徒。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日本军国主义是一场极其惨绝人寰的物理浩劫，犯下了罄竹难书的历史罪行。在美国大萧条的影响下，全世界都在发生震荡。美国作为爆炸现场，坐着轮椅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被推进了白宫。罗斯福既不想学德国去砸墙，也不想把整个系统推倒重来，而是干了一件把传统经济学家气得半死的事，全面抛弃自由市场的祖训，由国家强行接管服务器，暴力打补丁。这就是传说中的罗斯福新政。古典经济学说，政府不能干预经济，遇到危机要缩减开支。罗斯福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大骂，都快饿死了，还缩减个屁。他直接通过紧急银行法，强行让全国银行放假休克几天，国家出面给银行做担保。用大白话讲就是政府亲自下场当肉盾，告诉老百姓别去取钱了，银行亏的钱国家替他兜底。这一波物理强制维稳，硬生生把挤兑狂潮给摁住了。然后就是以工代赈，相当于变相发钱。接着以弗朗西斯·珀金斯为首的理科生操盘手们，硬生生砸出了社会保障法和公平劳动标准法，强行规定老板必须给多少钱，不能让人干多久。这等于在物理上保证了底层工人必须拥有最低购买力，防止系统再次因为穷人太穷而死机。就算你失业了，国家也发钱让你能去买东西吃。对穷人是强行兜底，对富人更是暴力掏口袋。通过财富税法，对富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照顾，无论你是死是活，都要抽你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美国资本们还跑不了。资本出逃的前提是世界上得有一个税率更低且资产绝对安全的地方。但在1930年代，如果你是福特或者洛克菲勒，你拿着钱往哪跑？去欧洲德国正被希特勒的法西斯接管，随时准备打仗没收资产。英国和法国自己都快破产了，税收同样高得吓人。你说让他去苏联，那就是送人头，资产瞬间公有化。去亚洲日本正处于军国主义暴走状态，四处咬人。而罗斯福也不是吃素的，他早就预判了金融资本可能出逃的系统漏洞。在上台后的第33天，1933年4月5日，他直接动用总统最高紧急权限，签署了一份令全美资本们做噩梦的政令——第6102号行政令，主要是2内容。第一，除了极少数的首饰和工业用金，全美国所有的个人和企业必须在1个月内将手里所有的金币、金条和黄金券全部按照法定低价上交给联邦储备银行。第二，任何人如果敢私藏黄金准备向海外转移，就跟我的 FBI 说话。虽然当时还不叫 FBI， 叫做调查局，简称 BOI。像当时一个叫弗雷德里克的纽约律师拒绝上交，甚至头铁刀起诉美国政府违宪。最终罗斯福直接没收了他20万黄金，还要对他进行起诉，让你废话如此之多。虽然传统经济学家在旁边骂他不懂经济规律，但罗斯福根本不在乎，再废话多就收拾你。1929年的大萧条原本应该是资本主义的物理终点，按照马克思的推演，这台机器即将因为底层购买力归零而彻底报废了。但为什么它到今天还没灭亡？就是罗斯福强行植入了一套原本属于他天敌的补丁——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与国家干预。它不再是纯粹的私有制，而是变成了混合动力系统。客观地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其实是披着自由市场外衣的国家调控改良体。它之所以没灭亡，是因为它在罗斯福那个时代学会了通过牺牲一部分利润来换取整个系统生存权的断臂求生。马克思千算万算，没想到资本主义阵营居然出现了罗斯福这么个 bug。但补丁也是有有效期的。当年罗斯福能按住资本家的头，是因为资本是实体的，现在的资本是数字化的，他们能够非常丝滑的走位。当年的福利是救命稻草，但现在的福利在很多地方成了政客套取选票的杠杆和沉重的债务包，被越拉越高。再加上 AI 的出现，让以工代赈这种通过出卖体力换取购买力的逻辑，正在从物理层面上逐渐崩塌。资本主义这台机器在经历了罗斯福长达93年的人工呼吸后，正站在一个比1929年更荒凉、更危险的新路口。